说到荣国府的经济制度，《红楼梦》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词汇“关中”。那什么是关中呢？原著第35回，贾宝玉挨打后养伤要喝荷叶莲蓬汤，贾母忙命人快快做了送来，王熙凤立刻安排厨房去做，并吩咐说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出10来碗来，大家一起吃。贾母听后笑着说：“猴儿，把你乖的，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。”王熙凤听后连忙回说：“这次由自己做东道出钱，还特意吩咐厨房只管添补着做，在自己的账上领银子。”紧接着在第36回，袭人得到王夫人赏识，成为贾宝玉的准姨娘。王夫人要把她的工资从原来的1两银子涨到2两银子一吊钱，还特意吩咐王熙凤说：“袭人的这一份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，不必动关中的。”第45回里，王熙凤因为施舍经费问题同李纨拌嘴。王熙凤说，李纨在荣国府工资最高，他们一屋子的主子奴才吃穿又都是关中的，一年下来能有4、500两银子的积蓄。而大观园起施舍，李纨一个字儿都不愿出，还带着宝玉小姐们来找王熙凤要钱。第55回，王熙凤跟平儿提起荣国府的经济困难，想到还有几件花钱的大事未完，她说道：“宝玉和林妹妹她2个一娶一嫁，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，老太太自有梯级拿出来。”也就是说，荣国府的婚娶大事都应该是动用关中的钱。而由于贾母疼爱宝玉、黛玉，才会动用自己的私房钱。接着56回里，探春实行大观园新政，要把园内土地分包给众人管理，众婆子积极响应。其中一个婆子说：“那一片稻地交给我，1年这些玩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关中钱粮，我还可以交钱粮。”而在提到新政所带来的收益时，宝钗认为不必将所得的收益纳入关中，只将收益散于众婆子们即可。这样做既简单省事，也可以使大多数人都得到实惠。从上面的例子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所谓的关中，即指的荣国府的公有财产。这财产既包括银钱，也包括粮食、衣物等，指的是荣国府公共财物的总和。与关中所对应的是荣府里每个人自己的财物及私有财产。而关中一词还指向了荣国府贯彻始终的一种财务分配制度，这一制度在荣国府建立之初就被确立，并被子孙后代沿用下来，是府内根本性的经济制度。从上面的故事来看，对待这一制度，不但贾母十分看重，亦且连王夫人、王熙凤也非常谨慎，甚至连探春、宝钗以及底下的婆子丫鬟们对其重要性也很清楚。为了维护这一制度，荣国府设立了大大小小的经济管理机构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账房、银库和买办房。且每一个管理机构都有分管的管家以及具体的管理人员，这些机构之间还要互相协调配合，共同保障这一制度的顺利实行。根据探春、宝钗等人的描述，荣国府自身并不生发银子，也很忌讳将府内的财物卖到府外。在他们看来，自家的物品在市场上流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，不是他们这样的人家的体统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荣国府的这一套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涉及生产，只是一种财务分配制度。我们暂且把这种制度称为关中供给制度。根据之前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荣国府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庄田的缴租，而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，荣国府收租以货币地租为主，也收取部分的实物地租，以满足府内日常的生活消耗。而根据之前的计算，荣国府每年仅粮食收入一项，大概就有18万斤，这些足以满足府内400来人的粮食需求。而大部分的地租则以货币的形式收缴上来，用以满足府内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。
这些货币以及实物一旦入了府库，即入了关，成为了全府的共有财产。账房会根据每年的经济计划，按照祖宗旧例来登记、规划和分配这些财物，而银库则负责存储、发放银钱。如遇到需要外出购买东西的情况，则需要账房制定采买计划，银库出钱，买办房负责采买，并最终由账房归账。可以说，荣国府的整个经济生活，各个管理机构的工作，都围绕着关中供给制度展开。可以说，关中财物是公有的，关中供给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公有制分配制度，但其分配仅限于不从事生产的荣国府内的400来主仆，至于那些实际从事生产的生产者，那些在庄田上劳动的众多的农奴们，则不在这一分配体系之内。也就是说，众多生产者不配拥有劳动所得，反而是纯粹的消费端享受了大部分的劳动成果，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。然而，仅就荣国府内部而言，这一制度又体现出了一定的公平性，因为财物一旦入了关中，即代表共有财产，与府内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其中一部分银钱还作为月钱工资，按照等级每月发放到每个人手中，成为了私人的财产。而府内众人的衣食开销等，又都由关中供给，人们甚至不需要动用自己的私产，即可满足生活的绝大部分的需求。同时，这一制度还试图划分出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界限，尝试保护公有财产不被私人侵占，也保护了私人财富可以不断的累积提升。这样的制度显然是贾府祖先最初创立的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性的原则，有利于维持整个家族经济体系的长期有序运转，是贾府经济制度的根基。于是，贾母在敏锐地察觉王熙凤试图以权谋私时，尽管贾母非常宠爱王熙凤，还是委婉地借着玩笑提出抗议，说王熙凤拿着关中的钱做人情。而王夫人对袭人的月例工钱的处理，同样十分谨慎小心，要特别指示王熙凤从自己的私人账户进行支付。因为贾母、王夫人十分清楚，侵占公有财产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，长期来看不利于府内经济的稳定发展。这一点上，探春与宝钗也同样做出了表率。有一次，探春和宝钗想吃油盐炒枸杞芽，自己掏出500钱来给厨房的主管。此时探春、宝钗正在协理管家，却能在细节上恪守家族制度，公与私区分得清清楚楚，得到了厨房众人的一致称赞。然而这样的制度为什么没能一直坚持下去，又会产生怎样的弊端？这还要结合荣国府的权力结构来分析。与荣国府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相反的是，府内的财务分配正好呈现到金字塔式的结构，也就是越是底层的奴仆所得财务资源越少，而只有10余人的主子阶层则占有了府内大部分的财物，且越是顶层的主子就占有越多。这一点可以由月钱制度得到证明。王熙凤曾介绍过府内丫鬟的工资标准，府内丫鬟按照3个等级来划分月钱，分别是1等丫鬟1两加500钱，2等丫鬟1吊钱，3等丫鬟500钱。主子们的月钱也分3等，贾母、王夫人是20两加10吊钱，已婚主子王熙凤是4两加2吊钱，未婚主子是2两1吊钱。且不同等级主子的丫鬟数量也有明确规定。已知的是，贾母有8个1两的1等丫鬟，而王夫人则至少有2个1等丫鬟。至于贾宝玉等级的，原没有1等丫鬟的配额，是贾母额外把自己的1个1两的丫鬟划拨给了他。其他衣食方面的分配也是按照类似的等级标准划分的。这样的分配制度保证了家族财产尽可能多地流向特权阶层，也保证了最高权力者能够享有更多的财富，从而更加稳固自身的权利。同时，为了方便管控府内众多的奴才们，
主子还允许一部分奴才获得更高的配额，并让渡出一部分权力让他们代理治家，这些人便是府里的管家阶层。管家层面的工资待遇似乎对应着主子阶层的一半，如大总管赖大的月钱应该是10两银子5吊钱。管家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奴才中的特权，自然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主子管理家族事务，控制压制底层奴仆，并尽心竭力地侍奉讨好主子。这样的权力关系和分配制度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牢笼，控制住了人数占大部分的奴仆们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主子们的利益。然而，这样的制度同样隐含着巨大的危机。随着府内人口不断的壮大增多，荣国府仍然按照祖宗旧例来维持生活的话，家族的财务支出必然会逐年提高。且府内众人都是消费端，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产出，在庄田收入不变的前提下，也总有一天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。何况庄田数量随着分家而不断减少，再加上连年的欠收，荣国府的经济问题、财政危机就会越发凸显了。